为什么说在太阳系发现地外生命将会是人类绝望的开始？假如有一天，人类在太阳系中的某颗星球上发现了地外生命，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毕竟，地外生命的发现可以让人类在宇宙中不再感到孤独。但有一种观点却认为，在太阳系发现地外生命，对于人类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与之相反，还将会是人类绝望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来自大过滤器理论，该理论的提出其实是为了解释费米悖论。简而言之，费米悖论就是说，宇宙那么大，存在的时间那么长，就算是在银河系之中，都存在着数以亿计的宜居行星，其中的很多都比地球还要古老。按常理来讲，银河系中应该存在着不少领先人类上亿年甚至几十亿年的智慧生物，而到了现在，它们应该早已发展成能够纵横银河系的星际文明。我们也应该轻易地在宇宙中观测到它们存在的痕迹，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大过滤器理论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可以简单的描述为：宇宙有一种被称为大过滤器的机制在阻碍着星际文明的出现，由于这种机制极难突破，因此直到现在，银河系中都没有任何一个宜居行星能够演化出星际文明。由于大过滤器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费米悖论，因此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但问题是，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一路演化到现在，到底有没有突破这个大过滤器的限制呢？很明显，这个问题只有突破了和没有突破这两个答案。假设我们已经突破了大过滤器的限制，那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日子里，地球上的生命经历的某一过程非常困难，以至于几乎无法再来一次。会是哪个过程呢？回顾地球生命的演化历程，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出其中的4个关键过程，即1、生命诞生； 2、从简单的生命到复杂的生命； 3、从复杂的生命到演化出原始人类； 4、原始人类发展出现代地球文明。实际上，在这4个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对第2、3、4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对于第1个过程，我们却知之甚少。生命的复杂程度高得令人吃惊，就算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其内部结构也堪称精妙绝伦，以至于现代人类的科技也无法利用非生命物质去创造一个简单的生命。如此复杂的生命到底是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对于现代人类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生命诞生是一个发生概率极小的过程。科学家发现，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都是具有相同的基本生化组织，并拥有几乎一样的遗传代码。这就强烈地暗示了生命在地球上只起源过一次。很可能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科学家甚至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卢卡。也就是说，在地球长达几十亿年的历史中，从非生命物质演化出生命这种事情，很可能只在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其发生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已经突破了大过滤器的限制，那么这个大过滤器就很可能就是上述4个过程中的第1个，即生命诞生。毕竟这是未知系数最高的，也应该是最难的。如果真是这样，银河系中就不是我们之前想象中的那样广泛存在着地外生命。虽然银河系中拥有数以亿计的宜居行星，但是由于这个大过滤器的限制，生命出现在这些星球上的概率却微乎其微。这也就会造成银河系中拥有生命的星球极为稀少。很可能地球上的生命才是银河系中为数不多的第一批生命，甚至是银河系中的唯一。如此一来，现在在银河系中
当然就没有星际文明存在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太阳系发现地外生命，上述的推测就被否定了。原因很简单，在小小的太阳系中，就有多颗星球上存在着生命，就足以说明，从非生命物质演化出生命这种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其中应该存在着某种使其变得容易的机制，而生命即使在银河系中普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可能并没有突破大过滤器的限制。这对人类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甚至可以说，这将会是人类绝望的开始。因为如果银河系中众多生命都始终无法突破大过滤器的限制，那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当然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而假如真是这样的话，等待人类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因为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的承载容量以及宜居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始终无法发展成星际文明，就注定会从宇宙中消失。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具体情况是否如此，我们目前是无法证实的。退一步讲，就算大过滤器理论是正确的，人类也不一定会陷入绝望的境地。毕竟我们从未发现过任何可以确定的地外生命，所以我们仍然可以乐观地认为，人类已经突破了大过滤器的限制，并期待在遥远的未来，人类真的会成为纵横银河系的星际文明。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远没那么简单。若人类消失100万年后，外星人来到地球，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假如飞船以1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能飞出宇宙吗？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到底来自何处？让人类汗颜的高级宇宙文明，它们到底在哪里？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来吧，关注本频道，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